计划，尹宗应当也有大部分势力被调走，包括这万卷楼。但似乎尹宗的底蕴比我们想象中更深厚。有点本事。看来我们那位苏家主已经开始动手了。大哥，我们这次的目标是覆灭尹宗吗？尹宗的存亡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那是天启城的事情。我们此次的目标是那座楼。那座楼有什么特别的？万卷楼里面藏有暗河所有人的讯息，据说从出生伊始，一字不漏。那岂不是当年的仇？等我们踏入那座楼再说。穆子良，为君开路。宗主，暗河众人在一个红衣刀手的率领下冲进来了。宗主，万卷楼那边发出的令箭，应当是有人闯入了。宗主，血官带着一名精通易容术之人，变成了您的模样前来劫狱。苏沐雨现在已经离开永狱了。他们同时派人袭击了琅琊王，攻击了国丈府，这为的到底是什么？只怕攻击风小寺那边是假，对我们尹宗的围攻却是真的蓄谋已久啊！他们假意击杀萧若风，借走尹宗的大批人马，致使现在府内守卫空虚。好大的一盘算计呀！只可惜他们忘了，我若是没有后手的话，又如何执掌尹宗这么多年？万卷楼，我还给他们留着一个大礼呢。为何他们如此在意万卷楼？他们真正惧怕的，不是尹宗的武力，而是尹宗掌握着暗河所有的秘密。只要他们毁掉万卷楼里面隐藏的所有卷宗，他们就能够彻底隐匿行踪，建立一个真正崭新的暗河。这一次，我真的是赌输了。只可惜，苏沐雨，你永远都无法得到武建城覆灭的秘密了。你赌他们因为要自由而服从于威胁，可是你根本就不明白，他们这一路走来，就是因为不害怕威胁而越来越接近自由。我提醒过你，易宗主，把剑都收起来。比起他们来，你的确是个更好的交易对象。哼，只可惜啊，现在绵龙剑掌握在他们的手里。我早就劝过你，苏沐雨第一次来府上的时候，就该杀了他。如你这么说，那当年在惯性之礼上，你就应该杀了他们，哪还有今天这件事情？曾经的穆家家主穆思哲，今日就由我来完成当日未完成之事吧。杀死苏长河，夺回绵龙剑，由我来统领暗河，再和你易宗主做一场交易。报上你的名字。暗河苏沐雨。你的名字？尹宗，谢在野。我听过你的名字，直伞拐。睡了许久啊。师尊，此行何去啊？看望故人。
师尊还是这么高深莫测呀。竟是国师。这里有禁军把守，前朝最具权势的5大剑坐镇，普通人来了，3里之外便会纷纷避让而行。你来做什么？齐某昨晚做了个梦，梦见了卓清公公，一时兴起，就到此地来寻公公了，想与公公下一局棋。自从几代前曾发生的阉党之乱起，为了防止这种局面再度发生，后来的历代皇帝驾崩之后，随侍其身旁的5大剑都要被派往这里镇守皇陵，故而齐某也只能到这里来找公公啦。哦，至少在外人看来是如此的。国师还真会挑时间啊！齐某不仅会挑时间，还很会拖时间哦。可惜国师有梦，卓清今夜却无此般雅兴。哎，按照先祖遗训，守陵的太监不得离开皇陵半步，而如今公公又走了一步，还不算那7、8、9、10、100步的。国师，有些话说得太明白就没意思了。是啊，有些话说得太明白就没有意思了。人来了多少？七叔带了10余人来，加上哲叔，明面上共计20精锐，前去截杀琅琊王。至于暗里，雪薇、昌黎他们都已经到了，算上你我，共计7人，影宗毫无察觉。8人。你不是暗河中人，这件事情跟你无关。但我是苏沐雨的朋友啊，他也是南安城药庄的大盗。好吧，那你可别死了，不然他会怪我的。我可是苏哲的女儿。哎，对了，我那爹呢？这一次他又有什么任务啊？他的任务是最重要的。去，影宗来人了。不是乌鸦，乌鸦另有要事，我乃影宗左影卫使骆天祥。听说你们影宗右影卫使就是孤剑仙，名字还与我相近，都是青阳。既然你是左影卫使，也姓骆，想必也很厉害吧？骆师兄剑法盖世，整个影宗几10年也就出了这么一个剑仙，我不如他甚多。那敢问左影卫使此次前来，所为何事啊？乌鸦传递了大家长给的消息，宗主决定3日之后，封小寺截杀琅琊王。回去告诉你们一府宗主，3日之内，我们要更多情报。杀琅琊王，可不是一句话就能够决定的事情。这是自然，此战我们都已没有退路，宗主会让这天启城的影子与你们同行，关键时刻，他会亲自出手。宗主，3位长老来了，
看来宗主是遇到麻烦事了，居然同时把我们3人喊来。只是我明白，3位长老已经退隐江湖，不想过多的参与天启之事。只是这次事关重要，可能要调动影宗的大半人马，所以我希望3位长老可以帮我守卫一个地方。需要我们3人去守卫一个地方？你说的是万卷楼？是。大师，大师，大师，别睡了，大师。王爷呀，哎呀，抱歉呀，一路行来略感疲惫，睡着了。望喜大师和忘忧大师还真是不一样啊。哎呀，我那师兄啊，名为忘忧，可如今却是天天忧愁不断。我名望喜，却过得自在逍遥，真是命运弄人呐！方才入定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佛陀与我相谈，谈着喜忧之道。大师啊，你我相识多年了，又何苦在我面前装高人呢？你其实是梦到了天香斋的百素宴，从辰时一直吃到了日落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口水流出来了。阿弥陀佛，罪过罪过。大师，忘忧大师和那个孩子最近过得好吗？那个孩子跟他的父亲叶鼎之一样，是一个武学奇才呀。哎呦，谢过。我倒是希望他能够普通一点，他越厉害，也就越危险。苏先生，我以为我们那次相见，就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。我本来也是这么想的。那是什么改变了苏先生的想法呢？是这该死的命运吧。降魔法杖。这位大师好见识，正是降魔法杖。我是你苏哲心中的魔。我来帮王爷除克这心中的魔。哪儿来的贼？竟然连琅琊王也敢杀！依我看来，这些恐怕还是熟人。二豪，还不出去！怎么回事？就来这么点人？觉得人少，你们多派些。大家长在上次刺杀琅琊王的行动中身负重伤，我等需要留下足够的人手守卫大家长。你们知道，我来此处不会带多少护卫，所以觉得这是杀我的最好时机。
我们从来都不觉得能够杀死你，杀你的代价太高了，暗河承担不起。那为何我们又在此处相见了呢？我刚才不是讲过了，都是那该死的命运啊！许久不见，大家长。阿哲，你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啊？是苏锦辉那小子派你来杀我的？多年前，我也曾为大家长拼死一搏过。如今再次重逢，大家长居然讲我是来杀你的。哎呀，真是让人伤心啊！难道不是吗？原本是的，但我那个女将啊，收了钱就要把你治好，我听她的。你女儿？药王谷温家，难怪。所以我还要感谢大家长，要是没得你来找，我还没得办法跟我那个女重逢呢。神医，不错不错，你这毒已经解得差不多了，但切记。这几日不可以随意使用真气，否则就功亏一篑了。原来神医用移魂大法探究我的记忆，是为了寻找自己的父亲，也是为了解你身上的毒。我可没有骗你啊！你看，你现在也变回一个健康的人了。那咱们之前说好的钱，是不是也该？答应给神医的都会给的，我只是很好奇，神医是如何治好我的？我以移魂大法和大家长同感同知，所以便也体会了一把那雪落一枝梅的万蚁蚀身之痛。可在此期间呢，我发现人体700念穴之中有一处没有被雪落一枝梅的毒所侵染，那就是至阳之穴。所以我用银针将那雪落一枝梅的毒全部都逼到了至阳之穴中，然后你再刺一针，将这些毒都放了出来。放了出来，可没有那么简单。这毒按理来说是治不好的，只有一种办法，就是以命换命。这就需要一个内力极其精湛之人，以手掌覆盖至阳穴，将那毒生生给吸出来，也就等同于将毒引至己身。那么问题便来了，在这诸朝之中，有谁愿意为了大家长以命换命呢？我还记得我们一同进入诸朝的那日，大家长原本连站都站不稳，却还要在他面前保持着一副正常的模样，不放松一丝一毫的警惕。可就是这么一个你不愿意在他面前放松警惕的阿克，最终却为你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大家长，你们之间有什么故事吗？大概就是曾经的2个好兄弟，一个成了至高无上的大家长，另一个呢，成了驼背丑陋的看门人。就是这样子的故事啊。他人现在在哪儿？
他走了。罗叔，真的不等大家长醒来了吗？不了，醒来也不必相见了。我与他之间的纠葛，从此一笔勾销。这处朱巢，你也自行处理了吧。大家长若已无事，那么这处朱巢便应是妖王谷的了。也好，那个小神医呀，是个不错的姑娘。没想到罗叔也有喜欢调侃别人的时候。哎呀，人总在临死的时候，才能够真正的看透自己，获得真正的解放。如今，我不是暗河的人了，也不是穆家的穆可文，更不再是这处朱巢的看护者了。哎呀，没有了这些负担，我忽然觉得活在这个世间，好像又添了几分的滋味，又不再是那么的想死了。罗叔，啊，我听说过你和苏长河的故事，你们很像我和年轻时的名册。哦，穆名册，就是曾经大家长的名字。我希望你们二人之间的结局，可以和我们不一样。他说欠你的这一次已经还清了，你欠他的就等下辈子再说吧。他在人生余下的时间里不再是穆可文，也不属于暗河，不必再见了。他已将你体内的毒素几乎全都吸走了，但还有些残余。我这几日服以针灸，便可全部清除。但切记，这几日千万不可妄动内力，恐使其复发。所以，接下来的事情，是不是跟我们就没得关系了？那就劳烦大家长给提魂殿写封信。我要走了，喊趟莫派营来追杀我哦。我曾经给过你机会，可你还是留了下来。有些选择是没有后悔的机会的。哦？哎，不可妄用内力。这说，先容我和大家长聊聊，再做决定。你讲的对，你先聊。要是聊不通，我再来帮你收尸。那木也就希望哲叔不要替我收尸了。
神医已医好了我身上的毒。墨玉，你完成了属于你自己的承诺，我会给你自由。你过来。当年在鬼窟渊外，我那一剑为你下了生死同之毒，7年之期将至，为我内力刻画，这是我们之间的契约。现在，我为你解毒。不必了，大家长。毒，多年前就已经解了。什么？18剑阵大成那日，剑气冲贯全身，竟意外将那生死瞳化去了。原来是这样，我一直以为你愿意不顾性命的保护我，是因为那生死瞳的束缚。当年大家长于鬼窟渊外救我兄弟2人，这份情谊，便值得我拔剑守护在你身边。而成为魁的那一日，我也和12小一同立下过誓言。不是威逼，不引利诱，只是情义和责任。沐雨认为，这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。谢谢。职责所在。不必再说职责所在，我更喜欢方才你说的那2个字：情义。暗河的炼炉教不出那2个字，这是我父亲教给我的。剑神卓雨落，他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人。我始终记得，当年父亲曾和我说过的话。他说：“行走世间，重情守诺乃是根本。若忘其意，便失去了握剑的资格。”重情守诺，就为这4个字，你誓死保护我，不惜一切代价。有的代价不行。什么代价？苏昌河，他不能死。墨玉，我已经老了，虽然身上的毒已经除去，但却也没有几年可活。这柄绵龙剑，你觉得应该交给谁呢？无花无酒清明雨，剑刀剑剑断魂路。真是一个适合苏沐雨的好天气啊！可想过取个什么名字吗？我想叫苏沐雨。为什么？那日我全家被杀，我被父亲护住，放在一块浮木之上，顺流飘到了这里。
那是一个傍晚，下着不大不小的雨。不错的名字。你呢？你想叫什么？双日为昌，意为兴盛，明亮，所以我就苏昌河。有路可条，奈何有挥剑出鞘。肩上暮云潇潇，伞下潭中月照路迢迢。尘沙扬，肩上挑我刀光里落脚。即便要独一人过风暴，霜雪难一角，也知不远处有借我的春宵。也知不远处有借我的春宵。家主，苏沐雨已经过了清河街，还有半炷香的时间，便要到这里了。一个人来的？是。看来是发现了我们的住处，特地来找我们的。一个人来，他是想和我们谈判。他会和我们谈判吗？长河，他谈什么判？平时让他多说几句话都难，还指望他能口若悬河的谈判？谈判可以不动嘴，尤其我们苏家人，动剑就好。等你许久了，苏沐雨。我找老爷子。止步！苏沐雨，让我来试试你的剑。苏泽，这苏沐雨啊！雕虫小技，还是用出你的18剑阵吧。你想看我的剑？我要看看，谁才是苏家这一代最强的剑客。为何苏家最强的剑客在他们之间？这是苏泽赐封的吗？你用的是匕首，若你也用剑，我倒是很期待你拔剑的时候，那一刻，让我看到你的剑光。下个注吧，猜猜苏泽几招之内会输？阿泽还是太年轻了，估计5招之内。你想看我的剑？我要看看，谁才是苏家这一代最强的剑客。为何苏家最强的剑客在他们之间？这是苏泽赐封的吗？你用的是匕首，若你也用剑，我倒是很期待你拔剑的时候，那一刻，让我看到你的剑光。下个注吧，猜猜苏泽几招之内会输？阿泽还是太年轻了，估计5招之内。那我加个注，我猜苏沐雨只需1招，片段赢。听说你练的是灭火剑法，1招杀人不够，还要把人打得魂飞魄散。可你的剑上虽有力气，却无霸气，因为你不理解。哦。霸气不是凶，也不是狠，而是睥睨。人龙剑。
老爷子，很久没见呀，奎大人。大家长身上的毒已解，他让我带绵龙剑来此，交给苏家家主。什么条件？我、哲叔、昌河，还有大家长等人，都会从此离开暗河。哎，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奸细！哎，不是，真不是。苏沐雨，你别诬陷老子。行了，你说的那个等人，究竟是些什么人呢？我会列一个名单，名单上的所有人，都会离开暗河。你是想解散暗河？想留下的都能留下，想走的都可以走。我只是希望给每一个留在暗河的子弟们一个选择的机会。沐雨啊，沐雨，你跟随大家长多年，你应该知道这个想法有多么的离谱。就算我同意，提魂殿也会下达对你们的追杀令，不死不休。那便是我们的事了。现在苏家主只需要决定是否握住此剑。家主，现在不是执掌绵龙剑的最好时机，苏沐雨的条件可不能答应啊！大家长，这是在考验我呀！握住这把剑，远远不够。得握住它，活着走出九霄城。你以为最好时机在何时，在何地？机会从来都是转瞬即逝，所以只有握住它，就是最好时机。绵龙剑。我取了。慢着！苏家这个时候想拿绵龙剑，还为时过早了吧？关穆慈陵，穆家穆慈陵，和穆子哲同为前任穆家家主的亲传。他当年从大家长那里偷走了阎魔长的秘籍，偷偷修炼，结果把自己练成了一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。后来也因为穆子哲的告发而败落，结果被锁入了那口黑棺里。这个死人啊！给老子滚出来！什么人？胆敢在我苏家地盘放肆！哟，好大一个毛刺哦！哼，真像一颗毛蛋。
居然把这样的家伙给放出来！传说中他的研魔掌并没有练成，看来穆子哲说谎了。掌边红气缠绕，说明研魔掌的功力至少有了8层。看来这家伙的实力在3家家主之上。别做傻子，人又不是冲你来的，你冒什么头？手怎么伤的？没事，我跟穆子哲那狗东西打了一架，不相上下。哼，毛蛋，你想死吗？家主说了，若这次你能打败苏家家主，夺走绵龙剑，他便给你自由。穆子哲是个什么东西，也敢命令我？穆思良，你不怕这仙毒吗？又来这一套，打赢了就给我解毒，说好了。家主亲口所言。好吧，虽然这穆子哲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且相信他这一次打败谁来着？苏家家主苏锦辉。小声点。刚刚那小子叫什么名字呀？穆天林。听上去就是个出来就要去死的名字。那你呢？苏泽，山水之子。是。也是个出来就要去死的名字。不过这苏晋辉就不一样了，这名字一听就很难杀。生见此灵，死见阎罗。10年前，我就劝穆子哲杀了，他不愿意。他说将来或许能用上，没想到，他说的将来就在今日。不过单凭你一个人就想杀了我，不觉得可笑吗？能不能杀得了，试试不就知道了？区穆家叛徒，怎值得我苏氏家主出手？你的剑法不错啊，比那颗毛蛋强很多，但也仅仅是不错而已。秋叔，苏晋辉，你终于肯出来与我一战了。当年你们3个狗东西合力才勉强赢过我，如今只有你一个人，你害怕吗？拔剑40年，杀鬼战神，不知何为害怕。不错，倒是很多年没看到老爷子亲自动手。这场戏看得可算过瘾。有几分意思啊。畅和，戏的终曲你希望是什么？你当大家长，我做苏家家主啊。我们不是很多年前就说好了吗？好，那我俩现在联手，一起对付他。苏沐雨啊，你厉害啊！你现在都学会骗人了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？
你想借我退敌，然后把剑给苏家家主。我真服了。炎魔掌！原来还有高手啊！去吧！这老家伙的剑法还真是老道，难怪木子哲会把这差事交给我。我的炎魔掌，如今可以融入我的刀式。你见过阎王的掌法？你可曾见过阎王的刀啊？双寒剑气，有点意思。很久以前听说，《西行游记》的画本之中，孙猴子用棍子画了一个圈，任凭圈外鬼神纷扰，圈内仍然是一方安稳的小天地。但不同的是，孙猴子的圈困住了人，而我的圈可随人而行。我在哪里，哪里便是天地。这下可精彩了！要参战吗，穆远？此刻我若是出手帮助苏家主，才战胜了穆子林，他就算拔出了面龙剑，日后也无法震慑三江。相反，若是苏家主赢了，那至少穆家就绝对不敢造次了。行，那我们一起下个注吧。你猜谁能赢？家主打算尽全力了。穆子林练了炎魔掌，根基也不会太深，时间久了必败无疑。你错了，你如果看过那本秘籍，你就不会这么天真了。那疯子一样的武功，哪分什么根基深不深？你看过？没有，我猜的。家主，穆家放出了穆子林。看来穆白的死让穆子哲很是生气呀。还有，他来了。炎魔掌，一境一层楼，8层见天地。到了第9层，便是天地。我要入第9层了。我赌赢了。哎呦，宋远，你老实待着，别出去。穆司令，先夺取明龙剑，从长计。祈祷说，谢家的人，当年3家最强的苏家，如
如今被一个木慈陵就打得满地找牙。这绵龙剑我拿到了，这大家长能不能我来当啊？还太早了吧，能从这里带走才算你的。